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enny。最近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，要回湾区一段时间，或者也可以叫矽谷或者硅谷。我们搬离湾区有5、6年的时间了，那时不时在中间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回来一下。这次回来发现，在 AI 的冲击下，这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我这次回到矽谷湾区，首先当然是见到了很多同样是在科技行业工作的老朋友，很多熟悉的画面，创业者、投资人、融资新闻，加上 AI 公司、无人车、咖啡店里到处都在 coding 的人，每一个画面都在彰显这里仍然是世界科技的中心之一。可是很奇怪，我越是在矽谷看到 AI 时代的速度焦虑、竞争和不确定性，就越坚定的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人生是不是要全部留在这样高压的系统里。我开始更想 fire， 更想离开湾区，更想把台湾或者亚洲变成我未来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以前我理解的 fire 是想早点退休，早点存够钱不上班，但这次重回矽谷后，我突然更深刻地意识到 fire 真正重要的不是退休，而是选择权，甚至是可以继续创造生产，但不以金钱为第一目的。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改变工作，科技公司都在裁员，但是湾区房价还在继续上涨。对了，旧金山现在的租金我特意查了一下，和我搬走的时候比又再攀高分了。城市还是越来越贵，在这些种种社会现实压力之下，FIRE 的理念能够带来的是未雨绸缪，不用被恐惧推着走，可以继续工作，但不是被迫工作，可以继续关注科技，但不用把自己绑死在矽谷，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。而对我来说，台湾乃至亚洲越来越像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想象的答案。对很多人来说，矽谷曾经代表一种非常清楚的人生路线，好好读书，学 computer science， 或者转码进科技公司，拿高薪，打股票，买房投资，最后实现财务自由。在很多普通人的世界里，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，矽谷几乎都是一个造富神话。这里有 Google， 有 Apple， 有 Meta、Netflix、Nvidia、OpenAI， 这里有 Stanford， 有创投，有 IPO， 有改变世界的公司。很多人相信只要进入这个系统，就等于搭上了一班通往自由的车。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转码，我刷题，我搬到了加州。矽谷像是一个非常残酷也非常公平的地方，只要你够努力、够聪明、够能熬，你就有机会用技术改变命运。可是这次回来，我发现这个故事变了，矽谷还是有机会，甚至机会比以前更大，但这里的机会变得更集中、更极端，也更不平均。AI 让一小部分人快速靠近财富自由，比如创业者、早期员工、顶级研究员、投资人。可是同时 AI 也让更多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开始焦虑，工作会不会被取代，会不会裁员，大厂还稳不稳，普通工程师的价值会不会下降， New Grad 还有没有机会，如果明天被裁员，我能撑多久？这些问题不再是抽象的新闻标题，而是很多人真实生活里的压力。所以我这次最大的感受是，矽谷没有消失，矽谷甚至更有钱了，但它不再保证每一个普通打工人都能跟着一起变有钱、变自由。以前我听到 FIRE 想到的是一个比较浪漫的画面，感觉飘在空中，不切实际。30几岁、40几岁就财务自由，然后可以不用上班，可以旅行，可以去海边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但这次重回矽谷，我对 FIRE 的理解变得很不一样。我突然觉得 FIRE 不是一个简单的退休计划，它更像是一套风险管理系统。尤其在 AI 时代，因为 AI 带来的不单纯是技术进步，而是整个职业安全感的重新洗牌。以前你可能觉得只要进了大厂，拿到好职位，人生就比较稳。可是现在大厂也会裁员，高薪也不代表安全，股票也不一定一直涨。你今天很有市场价值，不代表5年后同样的技能还值钱。所以 FIRE 的意义变了。FIRE 不是说我要立刻不工作，而是说如果我被裁员，我不会立刻崩溃。如果我想转换跑道，我有时间重新学习。
如果我想创业，我有资本承担风险；如果我不喜欢一份工作，我有底气离开；如果我不想继续住在一个高压高成本的城市，我有能力搬走。这才是我现在理解的 FIRE， 不是停止工作，而是不被工作绑架；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让自己有能力面对不确定性。AI 时代里最可怕的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你的人生完全依赖一家公司、一份薪水、一个城市、一套过去有效的成功公式。而 FIRE 就是让自己慢慢从这些依赖里松绑。很多人一听到矽谷就会想到高薪，年薪30万、40万、50万美金或者更高，听起来很夸张，尤其换算成其他币种的话，真的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样还不自由吗？但在湾区生活久了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高收入不等于高自由，因为你的收入很高，支出也可以非常高，税很高，房租很高，房价很高，车子、保险、医疗、孩子教育、旅行、父母、身份成本，每一项都可能把你的现金流吃掉。很多人赚很多钱，但一点都不敢停下来，因为房贷不能停，保险不能停，小孩的学费不能停，签证身份不能停，公司股票跌的时候，安全感也会跟着跌。这就是我觉得矽谷很微妙的地方，很容易困住人的地方。它让你赚到很多钱，但也很容易让你进入一种更贵的生活方式。你从租小公寓到想买房，从买一般的房子到想买学区房，从一个人到家庭、孩子、教育、父母责任。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收入变高了，但人生反而更难转弯。你不是没有钱，你是被高成本生活锁住了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句话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 FIRE 的不是你赚多少钱，而是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感到安全和满足。如果你的自由必须建立在每年持续赚非常多的钱的前提上，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自由，那只是另一种版本的不安全感。所以我的频道内容也在提供给有类似想法的人一些选择的可能性，比如说之前有聊过的地理套利，搬去台湾、搬去马来西亚、搬去泰国等等。我希望以更真实的旅行、旅居体验和财务规划计算来和大家一起拓展人生的可能性。简单来说就是世界很大，我想出去看一看，活一活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这次重回矽谷后，我反而更想去台湾、去亚洲生活了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反直觉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矽谷代表机会，台湾代表生活，矽谷是往上冲的地方，台湾是放慢脚步的地方。但也因为如此，我才觉得台湾很吸引我。矽谷让我想赚钱，台湾让我想生活。在矽谷，你会很容易把人生变成一张资产负债表，收入多少，股票多少，房子多少， net worth 多少，距离 FIRE 还有多远。甚至之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，说湾区的贫困线是70万。但回到亚洲，我想到的不是这些，比如说台湾，我想到的是早上走下楼去吃早餐，想到便利商店很方便，想到晚上多晚都有东西吃，想到夜市、咖啡店、巷口小吃、下雨天的骑楼，想到一种很日常、很密集、很有人味的生活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小，但却是在专注数字、专注效率之余去感受生活本身。矽谷很厉害，但它常常让人觉得人生只有效率、产出、成长、竞争，然后督促下一代再完成这个闭环。而台湾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在提醒我，人生不只有效率，生活本身也值得被认真对待。我知道台湾不是天堂，世界很大，但没有一个地方是天堂。台湾有很多现实问题，夏天很热很湿，交通有时候很混乱，机车很多，台湾房价相对本地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，薪资水准跟矽谷不能比，长期居留、税务、医疗、身份安排也都不是买张机票能解决的事。所以我不是在说台湾完美，矽谷就很糟糕，我也不是在说每个人都应该搬去台湾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喜欢台湾和想去台湾旅居真的没有想过用台湾的健保，这点要特别澄清一下。
说回重点，我想说的是，当你从 FIRE 的角度去看人生，问题会变得不一样。你不再只问哪里收入最高，哪里机会最多，哪里房子涨得最快，哪里可以让我的资产最大化。你会开始问哪里让我比较像自己，哪里让我不用一直紧绷，哪里让我的日常生活比较舒服，哪里让我比较少的消耗，获得比较高的幸福感，哪里让我觉得我不是只是在生存，而是真的在生活。对我来说，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它不完美，但它很真实。它是一个让你愿意慢慢生活的地方。我喜欢台湾的是它的日常，早餐店、便利商店、捷运、夜市、骑楼、巷子、菜市场、河滨、公园，这些不是景点，但它们组成了一种生活感。而这种生活感就是我在矽谷、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很难得到的。我越想 FIRE 越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那就是赚钱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不一定要是同一个答案。很多人的人生会被一个城市绑住，因为工作在那里，所以生活也在那里；因为房子买在那里，所以未来也在那里；因为孩子、身份、社交圈都在那里，所以就算不开心也很难离开。但 FIRE 给我的想象是，我可以在矽谷赚钱学习，吸收科技前沿的资讯，但我不一定要在矽谷消耗完我的全部人生。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让我成长、让我累积经验、让我看见世界变化的地方，但我也可以把台湾、把亚洲当成未来更长期生活的基地。对我来说，不是逃离矽谷，而是重新分配人生。所以这次重回矽谷后，我更坚定了 FIRE 的想法，旅居的想法，不是因为我想躺平，也不是因为我想逃避工作，有一点吧，而是因为 AI 时代让我看见未来会越来越不确定，公司会变，产业会变，技能会变，城市会变，甚至我们对成功的理解也会变。在这样的时代里 FIRE 不再只是提前退休， FIRE 是一种选择权，是一种底气。是当世界变快的时候，我可以不被迫跟着焦虑；是当公司不再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不把人生压在一份工作上；是当矽谷、当美国越来越贵、越来越卷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离开；是当我想去台湾、想去亚洲、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，我不是只能想想而已，是可以真的去试一试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 FIRE 最重要的意义，不是退休，而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慢慢拿回来。好吧，如果你对 FIRE、对旅行、旅居、对探索世界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